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买，我记得当时我是每天都能收到包裹的。是因为 LA 是一个比较物质的地方，哎呀，别人有我没有，我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没有？那你那天睡了吗？没有睡，所以我就是连续36小时没有睡。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ct Normal， 我是妹妹，我是大雪。今天跟大家坐在这里聊一聊极简主义。如果你现在点进这个视频的话，应该对极简主义这个词已经不陌生了。在大家看了很多买，或者是自己经过了买之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我们的视频内容之前也有涉及过很多关于极简主义的东西，像我们的搬家视频啊，还有我们的囤货视频，每天都说我们是在极简的道路上挣扎着前行。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会对极简主义感兴趣？怎么样发现极简主义的？发现了极简主义之后，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努力？所有的一切呢，应该都是从刚来美国的时候，在网上也经常收到很多的打折信息，你就会开始无意识的去逛很多的购物网站，看的时间多了，真的忍不住的会各种买。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在村里嘛，而且就是因为在东部天气特别的冷，因为都要穿羽绒服，也穿不了什么漂亮的衣服，所以大家都衣着穿着还是比较朴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受到怎样的影响。但是后来来到 LA 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是因为 LA 是一个比较物质的地方，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太好了，大家都穿着很漂亮，你就对这个时尚的东西就越来越关注而且也会觉得，哎呀，我都化妆也化了1-2年了，我是不是应该帮自己升级一下，就买更加多更贵更好的东西。哎呀，别人有我没有，我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没有？不知不觉就掉入了很多的圈套。这些圈套你觉得都有哪些？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对自己不自信什么，你就会越被那个东西所吸引。就每次消费对我来说都是这么一个套路，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我看到这么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我觉得最诱惑的时候是这个模特他比如说身处在一个室外咖啡厅，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面，然后他穿着一件毛衣开衫，端着一杯咖啡，下午的太阳，戴着一个眼镜，就会让你很向往这整一个的形象。对，这样你会想说那我买了这件衣服之后，我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精致的喝下午茶的女生这么一个形象，觉得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我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我就能成为这样的人了。是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买，我记得当时我是每天都能收到包裹的。就我后来就发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心理上有种成瘾的机制了。学习学得很累啊，然后心情不好呀，那我就要去买一下，鼓励一下自己，得到了一些好的成绩或者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那我也要买一买，奖励一下自己。一事无成，睡觉之前觉得很慌，觉得很焦虑，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呀，那我就买点东西吧，因为只要你花了钱，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回馈。这个深有体会，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每天窝在家里有点废柴，心情也很低落，然后就想说我要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人，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然后我也想是什么每天6点钟起床。每次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上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闹钟或者是有什么自救类书籍下单的那一刻就有一种我已经干了一半了。对，这个事情就干了一半了。我想去健身，我就先去买健身器材、健身的衣服，我都还没开始健身，我就觉得自己成功了一半，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购物是所有东西的解药，给你一种幻象，我不需要再付出其他的努力了。可能每个对极简主义感兴趣的同学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开窍的过程，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为什么我都有这么多东西？也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搬家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我之前连续3年都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积攒了很多的东西，直到搬家的前一天我都还没有开始收拾。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东西应该还好，因为我也没有买特别多的家具，我还请了搬家公司，都搬得非常的崩溃。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有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并没有为我的生活带来任何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在质疑自己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这么多钱在这些东西上。就虽然我之前买了那么多，但是我还是一直没觉得自己的东西特别多。就是突然间发现我自己东西太多的一个契机也是搬家。当时我的处境是就是要把所有东西放到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就别的公司会来把这个盒子运走，然后这个盒子就在我家那栋大楼的门口，但是我要从我家把它东西全都运到那个盒子里面。下午5点钟开始收拾跟搬东西的，
第二天早上8点钟那个盒子就要被运走。我当时还觉得很简单，应该几个小时就能搬完了，虽然我还没开始收拾。那天早上8点钟之后我还有其他的安排，然后晚上8点钟我要坐飞机回国。哇，压力好大，紧张的玩的是心跳。那你那天睡了吗？没有睡，所以我就是连续36小时没有睡。从那天下午5点钟到第二天我就一直在搬东西，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搬东西，搬了50次，因为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晚上嘛，那我也不好意思找朋友。这次的经历就让我产生了极大的阴影，后来就觉得没有东西是一种很大的自由。就比如说如果我那天我只有3个行李箱，收完我就能走，感觉特别的爽。那后来我们是怎么样发现极简主义的呢？我觉得可能跟点开这个视频看的大家也一样，都是对了这个主题感兴趣了，可能就会去上网上搜一下这样的内容。我当时也是觉得自己的收纳能力太差了，为什么房间总是乱乱的，然后就上网查。虽然我收纳能力差是一方面，但是更大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东西太多了。当时也是看了一些视频，还有那个日本那个日剧《我的房间空无一物》YouTube每次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好神奇，好可怕。一直有看那种 TED Talk 的 Minimalist， 他们这个天团的那一期 TED Talk 就被推荐给我了。听了他们2个的故事之后就觉得哇，好有启发。他们的故事跟经历就也是跟搬家相关的，对，就很有共鸣。我也想变成他们这个样子。对，我想成为他们。对我来说，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啊，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到你20几岁30岁之前，你会被很多外界的东西去干扰到你，但你自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突然间刹车，然后发现为什么我的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外界去定义的，那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是谁？这个时间点过后，你就会开始向内看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定义不了我，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些东西上面花那么多的心思时间金钱？我很同意大雪说的，对，但是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这真的是一个过程。对，就像我们现在告诉你们这些，可能有比我们年轻的男生女生在看这个视频，对，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们其实也就听听就好了，因为我就是那个样子的。对，就是爸爸妈妈说什么，哎呀，不想听。对，不想听，或者就听了就是，那我还是想要试一下。别人告诉你的道理其实都没有用的，还是要你自己醒悟了，然后你发现这就是你想要的，你才能自己去行动。我们也不希望是在向你传递一种焦虑，觉得你不极简你就怎么样，在你自己的时间轴上，对，去不停的探索和不停的审视自己。对，或者你到最后就发现极简主义其实并不适合你。对，那也是很有可能。对，你就是经历很多，你就是想试很多东西，你就想要很多东西，然后到最后你变成了一个 maximalist。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过的生活是经过你深思熟虑的，是经过你审视的。那么其实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是没有关系的。物质你是可以影响自己的思想，或者是影响自己的态度。物质上先 declutter 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你的时间管理上，你的人际关系，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思考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断舍离的。像这些非物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视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这一生也挺短暂， YOLO 无论是拥有的时间还是空间还是精力还有金钱，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资源，然后这些有限的资源你要花在什么地方上，你其实是有这个自主权的。对，起码我是对我自己未来的一个期待吧，就是希望我能把我自己的时间、空间、精力还有金钱花在我真正在意的东西上面，而不是别人告诉我听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们虽然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很久了，但是其实真正开始就是比较认真的实践也是在最近才开始的。在这个极简主义上走到不同阶段的人看我们也会觉得有不同的感受。就像我们上一期的那个囤货视频发出来，大家的反应就是东西好多。对，但我们脑子里是觉得其实还好。对，因为是跟我们以前相比，对，现在确实好多。我也希望我们是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在大家面前，不是就是故意把我们自己有的东西藏起来不给大家看这样子。因为是从
从比较初期开始记录，也会对感兴趣的同学们会比较有借鉴的意义嘛。看一下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不知道我们1年后会是怎么样。是啊，我们现在在这个视频录制的时候是我们30天极简挑战的第21天。我已经挠破头，我觉得没有东西可以 declutter 了。那你觉得你能坚持到30天吗？大学现在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我们现在是第21天，然后其实赛程才刚刚过半。对，感觉现在要开始突破自己心里的一些防线，才能再 declutter 什么。如果大家对我们都断舍离了哪一些物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Instagram 看我们的实时更新。然后我们下一期的视频，也就是我们对这个30天精简挑战的一个小总结。是的，记得回来收看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在下面分享，你们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呢？还有就是你们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什么努力呢？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这支视频，关注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